此处毕竟是不老山，你们终归只是外人，怎敢动手行凶？浩儿若真的损伤一根头发，我与不老山一刀两断。秦昊已植入仙骨，将来定能代表不老山登临尊位，得罪不得。何况若让他们与天尊离心离德，走。是。我决定了，一定要救浩儿。你要去做什么？去挖我们另一个孩子的苦吗？当年不就是为了救浩儿才生的他吗？父亲，母亲，我早说过的。若觉得这样能救哥哥，随时可来取我的骨。父亲，母亲，我不要仙骨。如果为了我伤害弟弟，那我宁愿立刻去死。浩儿，母亲，不要哭了。我经历过万古之痛，怎能让弟弟也经历如此痛苦？这是你们的养育者，我无法报答了。其实见到父亲、母亲和弟弟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十国人皇在此，谁敢阻拦？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大家来了，正好，我想回师尊。浩儿，我们回家。宝丘的鲲鹏神酒，月禅仙子的圣药，石夫人收藏的黄金叶，共同汇聚庞大生机。总算暂时稳定伤势，回到石村。此处可还有什么能汇聚生机的药物？这是小浩当年寻得的不老泉，村中还有许多宝穴灵药，都是小浩一次次以命相拼带回来的。如今既然可用于疗伤，沈医可随意取用。世人皆知他一路辉煌，威震天下，却没想到，他在我尚被父母守护的年纪，就已开始守护着一族之人了。让你们操心了。靠灵药滋养，神医施救，浩儿的身体恢复了不少。如今又得到这2门疗伤妙法，说不定真的可见证奇迹。多谢2位了，我这就去交给浩儿。你私传涅槃之法，回去如何向师门交代？
他愿以五行涅槃法交换，何况是为了救人。人皇陛下看似有所好转，其实是因他一直在损耗体内的至尊血，为自己延长性命。想必是有什么心愿未了啊！哪怕寻到替代之物，替换至尊骨，也不行了吗？太晚了，莫说再去寻找，就算此刻移植，陛下体内至尊血损耗如此严重，也已难以滋养天骨复苏了。单独叫你前来，是有些东西要给你。这个，拜托你交给始祖。鲲鹏法，太古奇术，不应在我手中彻底失传。可惜我无力继续了，只刻下了一半残法。重伤之下木刻此法，是在加重伤势，损耗生命。至于你，日后要替我守护父母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可千万记住，真正的实力与几块神骨仙骨无关。我愿仙骨救你，我这就去找张圣依。弟弟，哥哥，你恨我吗？我们是兄弟，我为何恨你？父亲，莫要伤心。我将这骨送给弟弟，也等于我依然伴在你们身边。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以后要守护好师尊，不要飞得太远。哥哥，此骨虽已残破，但亦可为你助力。记住，若有一天你有自信，可舍弃身上的至尊骨，一块都不要，才算真正踏上了无敌之路。哥！柳神，你来接我了。
天地之路即将断绝，再等下去，哪怕你我这样未点燃神火者，也无法突破天地规则上界。咱们必须得走了。无谦，我不上去了，我要留在师尊，陪伴浩儿。好，你留下，我却要去上界，从此埋头苦修，绝不再虚度一时一刻，让我曾被磨灭的桀骜重新燃烧。终有一日，可以杀灭那些传承，为浩儿讨一个说法。孩子，当初你刚被送来时，只有那么点儿大，衰弱的马上就要死去了。后来，你终于活了下来，我们祖孙在一起，相依为命，真的是充满了乐趣呀。族长爷爷，大山外面有什么？我想去看一看，走出大荒。我真不该答应啊！我们就这样生活在这里，永远不出去，那该多好啊！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小浩，虽说因子林叔受伤，怡宁阿姨也紧急上界去了，可最新的消息传来，他们都平安。而且听说，你弟弟迎战数州天才，连败5大天骄。总之，他们都很好。你放心休息吧。我只是觉得不公，什么天才，能比得上小浩？他要是能进入上界，还轮得到？叔叔，小浩叔，我们又来看你了。你们有没有经常来给浩叔除草啊？你们看看，草长得太快了，拔都拔不完，都耽误修炼了。啊，真怪，在大荒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见过这种草。不腐草，对，据传是古代2位无上强者以2种疗伤仙草合育而成长生仙草。可助小浩疗伤复苏吗？唉，可惜他们并未成功，最终只得到了不腐草，只能让人神识不散，肉身维系不腐的状态而已。不腐草，不腐，也许连老天都不愿见你彻底离去吧。
罪邪之凶戾，犯毒神之罪严，拜应受恶果，遭天谴。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只需尔等交出虚空熔炉，此前种种所为，皆可既往不咎。若敢再逆天毒神，私藏此不祥之物，滔天血劫，只在目前。哼！当年上界有无数活人血迹，咱们还没去报仇，三教余党反倒又亲上门来。传令，举国备战。是。如此有力的心跳声，怕是已经赶上那些太古巨兽了吧？看来真的复苏有望，可失去了至尊骨，是如何修复？孩子，孩子，你看，至尊血，是至尊血在修复他的肉身。还在洗炼残存的伤势，这样下去消耗太大了。怕是肉身修复，这点至尊血也会被彻底磨灭。无法，至尊血耗尽，也许反倒是真血再现的契机。孩子，快后退！他是在将至尊骨符文烙印在血液骨骼之中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没有了至尊骨，也依旧可以施展。快看，剩余的至尊血好像开始汇聚了。为何要阻止至尊骨成型？少昊，少昊！以至尊术搜寻全身，过往的伤害已经彻底修复，怎么还不醒来？还不醒来，速步超脱！
再给一点！醒醒啊！小浩，快醒醒啊！小浩叔叔。小浩，小浩，醒醒啊，小浩！族长爷爷，你真的醒了？醒了！上苍开眼！醒来真好，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。孩子，小浩一定会没事的。小浩终于醒了，十号，小浩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我守护你时，发现了这些字迹，想来月蝉姑娘也已上界去了。她有她的生活，其他人呢？大红、小白他们深入大荒去寻至尊神藏，你那乌龟坐骑，则是逃走了。清风也不知道我苏醒的消息吧？自从发现你苏醒有望，为防人破坏，我就毛求小红暂时封锁了祭坛。如今你已无事，明日就可自去见他。更重要的是去让那些做错事的人付出代价。时国无道，逆天而行，天罚降临。这是要在我时国皇都来一场血祭吗？小心，更大的攻击要来了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还是无法连通祖地吗？多次尝试，却全无回应。不会那边也出了什么事吧？七神下界，背后推波助澜那些人，必须付出代价。小浩叔叔，族长爷爷、叔叔婶婶们，你们都要好好保重。保重，小浩。
小浩，照顾好自己。请你别处理完那些事，我就要去寻找真正的通天之路了。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小浩，走吧。回来啊！保重啊！三教整合域外大军和新晋尊者，已攻到皇都附近，陛下切不可前往前线呐！我答应浩哥承嗣皇位，就有守护十国之责。生，则亲守国门；死，则亡于社稷。守护法阵已破，冲进去，抢神亮宝剑！对不起，浩哥，最后还是没能守护好十国。难道清风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接下来交给我。犯我十国者，当诛！小石，风。必须拖住他，不然怕是逃都逃不掉。战！
祈福汉树，不自量力。是他回来了。你们各自率军，跟随我的灵身，北海、补天教、宁金门、不老山。今日犯我十国者，必要将他们斩草除根。我等听候人皇调遣。陛下回归后越发深不可测，将宝树置于洞天，就能生成如此强大的灵身。本有血脉之亲，却勾结外人，趁火打劫。今日让你们自成恶果！杀！三大圣地全部沦陷，十国从此再无对手。终于要到离开的时候了。大家的心意我知道，可我父母家人都在上界，我总要去找他们。陛下！我有我的大道要寻，十国、十村，却离不开大家。你先去上界，有
有兴致的时候，我没准也会上去看看。如果能找到路径的话。你和毛球记得去帮我抓那个3黑，死乌龟！身为坐骑，敢趁我受伤逃走，哼！包在我身上。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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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回石村再看一看了吗？大红他们尚未归来。见面徒增伤感。族长爷爷，您千万保重自身。清风，治国之余，修炼也不要放下。我这就去了，保重。孩子，今生还能再相见吗？守候。待我寻到安稳2阶之法，一定会回来看你们。听闻海神岛有通天古路，特来借道上界。莫商去后，海族通天之路已断。只好继续去探访天下各派的通天法阵了。这修剑荒废如此，看来是毁于仙殿之手。死地，法阵必定是不能用的。各处有记录的法阵皆已损毁，可若是通过各大古教的法阵上界，对我来说无异于自投罗网。将法力注入何处？还有，那灵犀坠，你可要好好保存。如此灵气耗尽的法阵，肯定也无法使用了。如此只剩最后一处，传说中若通过考验，便可上界的百族战场。大劫之后，下界的实力竟没落至此。当年若只是这样的水平，诸百族战场生还者皆为天才的说法就是笑话。小石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上！小石，他是哪个？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真的是他！嘿，站住！一起上！抱歉了，诸位。
族10号，百族无敌，可入法阵挑战。境界被压制了，看来突破法阵只能靠极境之力，不能凭境界高超。人族10号挑战法阵圣，可借通天之路，登临上界。真的有座完整的传送阵。恭喜10号突破天地桎梏，入此法阵，成为上界坐骑。坐骑，让我们拼死拼活，争的却是一个被人当作牛马的机会。这些所谓的不朽道统，欺人太甚了！今日我天下界，破此陷阱！难道真的再没有上界之法了？陆天教除根基法阵，另有秘传登天之路。对呀。他肯定连问都不听用，那他又是如何上界的呢？上位查阅的古籍中，只有这些来自补天教了。咱们一人一半。有一神秘法阵，开启后时空错乱，诸阵者皆有去无回。
看起来，的确像是通往上界的传送法阵。你就是从这儿离开的吗？这法阵看起来也已残缺，不知还能不能击中我。是月禅的自己。太古遗伤，太古之伤。自古传说，打通108道关卡，必有资格走上那条路，稍有不慎就会殒命于此。你觉得那条路就是通天之路？试试才知道。脾性，万一借此凶手而始，也许预示着此路真的能让我找到你们。爷爷，当初你为浩儿，就曾与这样的凶兽战斗吗？受我如此一击，竟为重伤。
不是吧？让你别冒进，这下被吞了吧？的确没想到，这符咒化成了貔貅，竟也能将宝书演化到如此程度，随意组合符文。不过斗到此时，也该结束了。哼！爷爷，看到了吗？四儿已能独立战胜此凶手。看来是古代天骄陨落于此，不知是不是闯关之时伤势太重。原本是神级法器，可惜被毁成了这样。神魔之墙被人破坏了，那我的通天之路岂不是又断了？我感到此处有些奇异的法力波动，像是一座超级传送阵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诶，这东西，你看，你看，上面就一个魔符的符号，没有法力的，能漂浮起来，就是因为不久前这法阵曾被启用，余波未消。这符号好像与当初大劫之时那巨龟身上的纹路有些相似，难道是真的至尊殿堂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至尊殿堂不是被驮在巨龟身上吗？肯定是他利用了这里的传送阵去了上界，同时也破坏了神魔之墙。要知道，这依照古书中记载，这东西可是坚固不朽的。看来的确如此。凭他的体型，传送去上界，怕是引动了混沌之力，所以才撕裂了这里。看来上界的希望彻底没了。哎呀，没有。我是说没希望就是有希望的。凭我对阵法深入的了解，我判断这神魔之墙会自动愈合。此处如此逆天，你感受一下，这里有符文之力流转。大概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？只需几十年。那么久？运气好的话，也许10几年就够了。我可没那么多时间来等。这符文怎么有些眼熟？也许通天之路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不过，别动手！云族，去云族的云天宫看看。是通往上界的法阵，但有小小的缺损，需要你按照我的指点才能启动。神亮限制书。神力补阵图，以身为引，起阵。
还不够！打开了上界之路。罚你从此用一身修为守护荒域。哎，走不走啊？守护荒域，守护下界，是我的责任。为了完成它，必须走。再见了，下界。空间不稳，界壁要破了！要撞到了，快停下！停下更危险。快！一定要冲出去！马上就到上界的出口了！是虚空大猎神，扶住我！就差这么一点，最终还是没逃出去。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挺好的，我。好，行。快将掩护！我裂了！啊！等！哎！喂，你还好吗？咱们到上界了吗？还是失败落回下界了？我又没到过上界，我哪知道啊！灵气浓郁惊人，与下界完全不同。应该是成功了。终于来到了上界，我算是一个偷渡者吗？
在这里，好像失去了修为一样，连飞行都很艰难。相比以前下界的大道有缺，这里的大道法则更加圆满，所以会极大的压制战力。你说那些白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也许周围有什么厉害的凶兽。嘘，你听，不就是鸟叫吗？鸟鸣的方向有一股不弱的灵气。这有点像炎黄，可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看，你看，周围那些蘑菇要干什么？这些白骨，难道是被蘑菇吃了？快走吧，这地方太瘆人了！嘿，我是在救你脱险，你还笑话我？穿进了剑穴，在通道内受了内伤，旋转符文难以持久。不会吧？穿行两剑大难不死，难道要陨落此处？我不要化作白骨啊！你化不成白骨的。重伤之下，勉强发力牵动了伤势，需要找地方静养疗伤。走了，你还能飞吗？一会若是情况危急，你就自己逃走。那有个人，好像受伤了。族长爷爷，哎，别动啊，小心牵动伤势。是您救了我。狩猎队回村的时候，看到你昏倒在路旁，就带回村中来了。
狩猎队，听着真亲切。多谢您和大家。哎，朱村人怎能见死不救？你无需说谢。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的来历，但感觉你很不凡。希望你不要影响这里的一切。朱村人怎能见死不救？这就是那凶残跋扈、予取予求的上家。五行涅槃法。肉身从素已很彻底，我在上界四面接敌，还是改变一下形容为好。妖性还在，不如借此重修斑血之境。斑血境我早已突破极境，没想到还能再次突破，收获巨大呀！可惜补拳法并非一步到位，还需要一个蜕变过程。完成之前，貌似最好不用法则。回来了，你也无处可去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养着你吧。上界疆土无穷尽，自会诞生数不尽的强者，而此番勇士选拔大战，就是3000州大战的预演赛。到时候百川汇海，各州争雄，最终会争夺一场天大的造化。什么样的造化？抱歉，三阿公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形容。这大赛千年万年才举办一次，对于我们这小小的朱村，犹如神话，怎会知道是何种造化？百川汇海，各州争雄，倒是一个打探家人的好机会。我可以参加吗？啊？淮城出世，只为淘汰弱者。自认实力强劲，力能刚鼎万金者，可直接参与日后的擂台比试。不必沮丧，此番历练也可激励你们日后更加努力。我还是不比了吧，到时候直接打擂台就好了。城主有令，尔等于城中若有见到此人，须速速上报，必有重赏。必有重赏？我听人说，这女子曾与位仙殿大人连番大战，虽被击伤，但还是逃脱了。大人，我似乎曾于淮城附近见过此人。哦，既然如此，谁都不许乱动，静等仙殿大人到来。刚到上界，就要与仙殿之人相遇。
那女子在哪里？小人曾在附近的山谷中见过。继续搜寻，有情况立刻禀报。刚刚那就是仙殿大人。放眼3000州，具无敌之资的还能有谁？那他身边的那名女子是？那是补天教的仙子啊！果然艳冠天下，美丽的近乎不真实啊！仙殿之人，月禅。那银发女子到底是何人？我们不知你是闪电子，请神子宽恕。传说中的闪电子，他以闪电权力纵横上界，从未一败。关于那银发女子的传言可是真的？只听人说，他得到了至宝3世潼关，也有说他发现了至尊殿堂。究竟如何，我们的确不知。他也来了，难道也是来追捕那银发女子的？看来他身上的造化机缘不小啊。那是魔女。她一个人怎么敢同时与那2个人动手？小禅禅，我们过2招如何？谁赢，那银发女子的机缘就归谁。那就一战吧。月禅仙子无需出手，待我为你擒下此人。你这战绩了不得呀，不愧是无价瑰宝。奇怪，他们早已到达尊者境巅峰，却为何刻意压制，不去点燃神火？小禅禅，真想在此决战吗？就不怕拼个2败俱伤，被别人捡了便宜？怎么，目标尚未现身，咱们就在这儿打生打死？早晚要分个高低。
咱们与其在这内斗，不如还是去寻那银发女子要紧。这莫大机缘，可别被别人抢先了。必须尽快恢复修为。